假如把乌克兰带回二战，结局会如何？这里把乌克兰的国力拉高，让他们超越美国，相当于现代水准。当然，我们同时提高 AI 攻击性，让每个国家更容易开战。因此，乌克兰会获得二战胜利吗？那么，各位观众，请将你支持的一国打在弹幕上。比赛现在开始，时间范围100年，截止2036年，欧洲占领最多者获胜。开战了！37年6月，德国首发吞并瑞士，不要给我搞中立。很快，德国继续扩张，分别向奥地利和北欧宣战。同时，乌克兰直接出手，拥有现代实力的乌军，第一时间果然宣战了苏联。进攻速度那叫一个快，圣彼得堡、莫斯科就这样被占领了。37年10月，乌克兰依然没有停止进攻，斯大林紧急召开会议，看是否能调动其他国家来进行反击。38年3月，乌克兰占领库尔曼斯克，进攻速度依然没有放慢。现代国力带来的影响果然很大，苏联就这样在2年时间丧失了近1000万平方公里的区域。这个时候，乌克兰非但没有保守，反倒是追加宣战伊朗，决定收割中东地区，目标十分猖狂。39年2月，希腊宣战土耳其，德国与波兰小规模碰撞。1940年，乌克兰攻入沙特阿拉伯地区，多面开花，随时准备与北部的队友进行会晤。而北部的乌军分出了2条路线，一条进攻伊拉克，另一条继续对准伊朗。掌握中东，不仅经济会增长，同时可以控制里海一带。然而就在此时，法国迅速占领了伊拉克，从而切断了南北乌军的碰面。42年4月，乌克兰暂停中东计划，继续向苏联推进。但是这次没推动，苏军反击开始，决定率先夺回卡山。43年3月，法国继续远洋作战，首先进攻了北欧的挪威，然后舰队开到了苏联北部进行袭击，顺便占领一波丹麦，主打一个随性做派。46年1月，英国登陆西班牙进行小试牛刀，更大的计划正在酝酿当中。49年6月，苏联执行第2次反击战，上一个作战目标顺利完成，这次又能收回多少？1950年，由于东部的推进放缓，乌克兰决定攻打波兰以及罗马尼亚。51年9月，罗马尼亚在生死存亡之际站稳了脚跟。52年，德国吞并奥地利。53年，德国攻入法国北部。54年，苏军从卡山向西推进，德国吞并捷克斯洛伐克以及挪威，大规模占领开始。很快，法国本土沦陷，德国一波收益顶满，乌克兰严重受到威胁，于是向德国宣战，葡萄牙跟着打起了配合。就这样，1956年。波兰侥幸存活，并从乌克兰那里顺来了大量军资，随即爆发，管他3721，都别活。乌军的武器的确好用，连乌军自己都愣了，因此下一步行动很有可能与德国合作，抑制波兰的疯狗行动。59年5月，英国占领希腊一带。59年11月，乌克兰向波兰开始反击，德国也准备按计划行事，没想到英国人打了过来，这一顿输出，德国元气大伤，只好放弃进攻波兰的联合计划。1963年，德国调整完毕，开始向英军派兵。64年，英国占领意大利本土。74年，德军从意大利米兰出手，然后开始攻打法国占领区。75年，英国境内拉响警报，美国人来偷家了。76年，德国攻入英国境内，看来并没有跟美国一伙，顺便推进一下与乌克兰的战事。结果稍不留神，美军夺回英国占领区，随后从苏联西北部向乌克兰进攻。78年，英国好不容易夺回本土主权，然而这并没有维持多久，德国很快又进行了占领。86年，随着时间的推进，各国的科技不断提升，这让乌克兰前期的优势明显减弱。德国统治欧洲的大计是否会顺利实现呢？2003年，因德国的进攻，乌克兰再次丢失大面积领土，苏联借此夺回土耳其北部一带，随后向乌克兰发动大规模反击。
2037年，100年时间已到，德国获得欧洲最大战力，乌克兰没有战胜苏联，美国显然也有一席之地。因此，如果你想看到终极结果，那么请继续观看下面的演变。让我们进入终局一战。2542年，德国、苏联、乌克兰相继战败，因此恭喜英国成为欧洲100年后的最大赢家。